马上要上场的高寒。刚才浩明在表演的时候，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内心，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啊。而且人家高寒不容易，高寒这是第一次来主咖这个节目，之前节目组找他的时候，他以为是让他当编剧，然后又拿出那副样子啊，这行啊，这次让我写哪个小胡咖呀？写你自己。掌声欢迎小胡咖高寒。朋友们晚上好，我叫高寒啊，然后第一次来真挺紧张的。导演组跟我说这个是一场幽默饕餮盛宴，我推了很多演出，结果到这一看，饕餮盛宴吃的是蛋炒饭。咱们先说我这个同行阎鹤祥。啊，鹤翔哥相声说的确实特别好，我是相声迷啊，我听了特别好，特别厉害。但我不理解，就是进攻型捧哏是一个什么称号啊？那苏醒还是进攻型歌手呢？据我所知啊，这个鹤翔哥录另一个综艺前说过，说不喜欢这个节目组总提他的搭档，所以鹤翔哥，今天我保证不提那个人的名字。但不提那个人，阎鹤祥的人生实在是乏善可陈，所以咱们给他跳过啊，直接说这个苏醒。太损了。但苏醒我也不敢吐槽啊，那多吓人！就是我跟导演组申请了，我说我吐槽的时候能不能把苏醒绑在凳子上啊，没批准。所以醒哥，我给你带了个暖手宝，等会儿给你啊，我怕你动手。啥话？这个梗什么话？这个梗真的是。苏醒在这个演唱会上说，只有西安胡辣汤才是真正的胡辣汤，引起轩然大波。苏醒，你凭啥代表西安呢？你是兵马俑啊？就西安胡辣汤、河南胡辣汤两种胡辣汤都好喝，非要踩一捧一，这不没事找事吗？那就像那我能说只有张杰才是真正的快乐男生吗？能，很难反驳，很有道理。我声音大是因为行得正。哎，这个歌你们听过吗？是早安的麒麟。哎，不好意思啊，鹤翔老师，我口误了，不讲，小嘴巴闭起来。咱们还是说这个，说何洁，何洁真的，我觉得何洁真的非常非常厉害，我觉得她现在完全摆脱了超级女生这个标签，因为超级的意思就是夯爆了，但现在何洁拉完了。然后浩明哥，我非常非常喜欢浩明哥，演技非常好。就浩明哥最擅长演那种就是歇斯底里、极端暴力的角色。就这么说吧，于浩明现在的演技可以直接扮演苏醒。直接鼓掌。啊，非常佩服浩明哥啊，因为他真的做到了浴火重生，像凤凰一样。凤凰是我们这个四大瑞兽之一，四大瑞兽知道吗？龙、凤、乌龟、麒麟。哎，我不是故意的，不提，我这个我说我自己啊，我最爱吃的东西是冰淇淋。哎呀，我最爱的餐厅是米其林。哎呀，不对，啥呀？没办法，真没办法，因为麒麟呢不是我的段子。是我的处境。其实大家也能看出来，我嘴上说不提郭麒麟，但行动上疯狂蹭郭麒麟的热度。这个技巧我也是跟别人学的啊。等会儿我下台就把网名改成高寒（括号恩师阎鹤祥）。我能理解鹤翔哥，因为没搭档真的特别不容易。
我们也都知道德云社非常喜欢给人摘字儿，由于贺祥哥失去了另一半，所以我决定以后称阎鹤祥为门鸟羊。去年呢，咱们这个门鸟羊先生的人生进入了新阶段，当爸爸了，成熟了，把摩托车都卖了，胖子回头金不换。他那个车卖给了张新潮，但其实郭麒麟也会骑摩托，怎么不卖给郭麒麟呢？不会是因为现在张新潮火吧？啊，谁火跟谁卖。对不起，贺祥哥，我心脏啊！哎，但我心脏这3个字也不是我的原创，这3个字是郭麒麟在《向往的生活》第4季第1期里说的。没错，郭麒麟离开阎鹤祥就过上了向往的生活啊！真的，今天能来，真的感谢主咖给了我一个被想到的机会，就算挨吐都会非常感激，因为《寻梦环游记》里说了，真正的死亡是不被任何人记的，挨吐起码说明被想到了，所以遗臭万年何尝不是一种长生不老呢？你说对吧，邵刚老师？当然不对，不可取。现在我真的很恍惚，看到这么多明星，我觉得娱乐圈对我来说就像一个迪士尼乐园，就是我从来没进去过。但今天来这个节目，就感觉自己短暂地进了一下娱乐圈。现在我要离开娱乐圈了，拜拜各位，我出圈了。讲到这儿，谢谢你们。好。前面都说的特别好，高寒，我本来还要夸你，但是没想到你用这么离奇的方式来平均的扫射场上的所有人，太吓人！你为什么要拐到我这儿说一下？我解释一下，邵光老师，我只有说你那句是真心话，是不是？是给人节目效果。为什么要请他来？不能提他，是吧，贺翔？这个名字以后在咱俩这儿都听不得啊。对。哎呀，说点让人心情愉快的吧。豪门正统在海天，原汁豪肉，熬出鲜。感谢鲜蚝真材实料的海天蚝油冠名播出。怎么喝都好嚼，怎么嚼都好喝。感谢柠檬也能嚼着喝，只要3口就上头的优酸乳嚼柠檬联合赞助播出。下面要上场的超级女生，来，大家你们猜是谁？超级女生是谁？再猜，再猜。对了，就是何洁。之前网上传说何洁要补办婚礼，我刚才见面的时候专门问了，假的啊，假消息，那我就放心了啊。本来还想着找一个什么样的借口不去，现在不用找了，他自己都不去啊。有请不挣我们份子钱的何洁。加油！大家好，我是何洁。啊，距离上一次说脱口秀还是10年前。我说10年了，这次我要王者归来。节目组说来者何人？我说来者何洁。封的可以啊，蛮捧场啊。新的喜剧技巧啊！最近几年呢，其实我的生活非常简单，我没有新的恋情，也没有新的孩子，
但是我有新的作品啊。但是呢，因为没有新的恋情以及新的孩子，所以我的新作品呢，也没人看。哎，那总有小齐这样的网友跟我留言，就问我说：“你还在娱乐圈吗？”实不相瞒，我也经常问我经纪人：“我还在娱乐圈吗？”于是我经纪人立马给我接了这个节目。看了一下今天的阵容，应该是不在了。好吧，在这里呢，肯定要说我的好朋友了，苏醒。我们经常呢一起约局，那么苏醒呢，每次他都是要等所有的人到了之后呢，再闪亮登场。具体他是怎么登场的，我给大家表演一下。好浮夸！这不是真的，像吗？完全不像。怎么说呢？我们有的人是裸妆，有的人是全妆，苏醒，纯妆。苏醒开酒吧，我也老去喝酒。我们一帮朋友都经常喝的那种晕晕乎乎的，唯独只有苏醒，跟个花蝴蝶一样，挨桌乱窜。但是这个时候，只要有人在那儿说“苏总好帅”，然后他肯定会说 ：“Bro， 这桌我包了。”好上道啊！哎，那个场面真的就是说，众人皆醉，他苏醒。所以说，酒馆的这个生意呢是越来越好，他也越来越帅。没过多久，酒馆就被他帅死了。哎呀，我们都很难过呀，就开始劝他说：“要不你再开个饭馆？”帅哥，可以可以。那么当年呢，苏醒曝光我生3胎哈，我就在想，苏醒这个人呢，到底是蠢还是坏？后来呢，我又想起了一件事儿，有一年我的演唱会出了一点问题，急需一大笔钱，他连问都没问，直接就给我把钱打了过来，确定了，他就是蠢。哎，不是。众所周知啊，那个苏醒这个人呢，特别的讲义气，很容易往外借钱，比如说王栎鑫啊、魏晨啊，尤其是那种上综艺经常会找人有借钱的那种环节，你们都知道吧？哎，都很喜欢给苏醒打电话。那么那次呢，他接了我之后，他也给我来了一个电话，问说：“节目什么时候播呀？”苏醒这又是请客喝酒，又是往外借钱的，我感觉苏醒他沉浸在自己的一个霸总的梦里边。不过这也不能怪他哈，你们想想啊，他的朋友是俞灏明、魏晨，一个端木磊，一个叶烁，他肯定把自己当成了慕容。那说到端木磊呢，不得不说一下我们的俞灏明了哈。俞灏明啊，在我心里面就是个小白兔，特别的温柔，又那么的可爱，又不砸电视，又不爱喝胡辣汤，怎么舍得说他呢？怎么可以伤害兔兔呢？我们还是说一下苏醒吧。不是已经过去了吗？
大家都在吐槽苏醒唱的那个《夜空中最亮的星》，作为他的好朋友啊，我必须要帮苏醒说说话啊，这就是苏醒的风格呀。你们知道唱成这样有多难吗？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还得是你啊！一不小心就唱好听了，太好听了。苏醒这么多年一直坚持自己的风格，真的很不容易，既不赚钱，也没人听，也不知道他图啥，纯帅呀。不过老苏，你知道怎么才能更帅吗？你说，演唱会以后别唱歌了，直接给观众打钱。大家说苏醒帅不帅？帅！苏总打钱吧，打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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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们忘了还有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哈。你们也可以把苏醒好帅打在公屏上，我们将随机抽取一位幸运观众，送给他一份大礼，那就是苏醒的脸部特写。接下来我们说一下阎鹤祥，他总说当年郭德纲老师指定他和郭麒麟搭档，结果现在郭麒麟转行去演戏了，没想到吧？包办婚姻败给了自由恋爱。阎鹤祥啊，作为一位已婚女性，我有一句话与你共勉：在成为郭麒麟的搭档之前，你首先是你自己。他现在啊转行说脱口秀，那么我觉得郭麒麟呢应该也挺高兴的啊。你拿郭麒麟抖包袱，郭麒麟正好也甩掉了你这个包袱。某一些方面呢，其实我挺理解阎鹤祥的，因为有了孩子之后呢，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些变化。你们看，刚刚阎鹤祥又唱歌，又跳舞，他现在为了宝宝啊，技能啊，确实是越来越全面了。不过呢，要说到全面，我们还是要说一下咱们销冠新一代飞鹤卓瑞奶粉升级 HMO 组合专利，9维营养全覆盖。宝宝第一口奶粉就得要这样全面的营养守护，哪怕跌跌是撞撞，也能走得稳稳当当。最后我再说一下场上唯一的搭档啊，以前叫漫才兄弟，现在叫徐浩伦和谭湘文，能看得出来啊，他们俩已经不是兄弟了。要都这么起名字的话，0713估计废了，那得叫苏醒和陈楚生和陆虎和王栎鑫和王铮亮和张远。阎鹤祥贯口有多难？老难了。他们最近呢也发了一些新歌，来之前呢我也专门的听了一下啊，就是说从专业的角度上面来讲，我觉得他们俩唱的呀，远没有苏醒好笑。最后我想说说我自己，我这个人啊记性特别的差，因为这个毛病呢我也没少挨骂，不过没所谓，因为骂我的话我都没记住。也有人呢说我那个说话不过脑子，其实那些话都是我深思熟虑之后才说的呀。还有人说啊我一手好牌打得稀烂，但是我就想先出4个2啊。还有人说了啊，哎，何洁你这人疯疯癫癫的，你应该学学怎么去做一个女艺人。我学了呀，你们没见过差生吗？你们可能想问了，何洁怎么那么理直气壮的做不好？其实我是在理直气壮的做自己，不管大家觉得好不好，我都接受，这就是我。谢谢大家，我是和自己和解了的何洁，谢谢。何洁，我隆重的夸奖你一下，你的这段吐槽的脱口秀表演开创了
一种新的脱口秀表演的风格和形式，很少有演员边演边聊天的。只要是提到谁，他不着急往下说内容，他先和这人聊2句。马上我要说一下小齐，小齐，嗨，哦，就是好，夸奖的话我也就不多说了，反正你记性不好也记不住。再次掌声送给何洁。最后要上场的苏醒，苏醒去年呢是很认真的考了个主持人证，3天的时间刷了2500道题，很顺利的就考下来了，并且现在已经开始接主持人的活了。大家看，在那个《你好星期六》里面，不是已经口误狂言，说要那个取代何老师吗？啊，狂妄！你顶多就在这儿取代我。我再去取代何老师。让我们有请3天速成的主持人苏醒。好帅，打钱，可以，打钱，都打钱。大家好，我是艾伦苏醒。刚才上来这几步啊，不是等的久，是伤的深啊。我下次提议啊，如果还有机会来到贵节目，能不能安排我先上？这坐那边真的心理的情绪的打击太大了。另外呢，这个2位弟弟，很替他们开心，非常好，也看得出来哈，毕竟这个第2次上春晚嘛，还是很兴奋的，也比较嘚瑟啊，不停的 Q 到自己上春晚，是吧？替你们开心啊！据我个人的经验，第2次上完之后呢，第3次就比较困难了。希望你们今年越来越好吧，反正啊。另外刚刚那个贺翔老师这段我很感动。初为人父啊，对他的女儿说一段话，在这个节目当中，我觉得特别好，所以我临时起意，也对我的儿子在节目里说一段话。臭小子们，长大之后，你们会看很多的综艺节目，千万别看这个。节目组说了啊，这一期节目你一定要来，因为这期你是顶流。我以为是客气啊，来了一看。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别说你们请不来顶流啊，顶流来了也不敢说话，不敢乱讲话，对吧？我就不一样了，我不止自己乱讲话，还把别人乱讲的话截图发出来。所以各位今天呢，可以上节目，有什么不想说、不方便说的内容，私下跟我聊，我会以聊天记录的形式进行展示。都吐槽我爱发聊天记录，其实我就是单纯的觉得这些内容很好笑，我就从来没有发过跟俞灏明的聊天记录啊。我马上发你。因为浩明他不好笑，他就是纯帅。浩明打钱。确实帅啊。说到这个好笑啊。阎鹤祥老师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做《摩托一扔跳进那绿海》，封面写了一堆的 title， 相声演员、地理爱好者、当代马可波罗、地域歧视、脱口秀演员，就这些 title 啊，别的不说，脱口秀演员跟地域歧视就不能放在一起，脱口秀演员他不能有地域歧视啊。当然了，歌手也不能有。我拉汤，对不起。刚才那个道歉是真心的啊。我个人是很佩服阎鹤祥老师的啊，他参加脱口秀节目，郭麒麟是评委，两个人互动非常的自然，完全不尴尬。
我觉得这就是成年人的体面。哎，每个人发展不同很正常。哪天在舞台上我是选手，其他兄弟们坐在评委席点评我，那我也会体面的回家砸个电视。当然了，每个人面对这种情况的反应不一样，表达生气的方式也不一样。有人砸了电视，有人骑着摩托就跑了，一边骑一边生气，摩托车都不用油，用天然气，一下子骑到非洲，无能狂骑。其实联合祥老师呢跟郭麒麟走散这种事情，在我们这个行业里是非常非常平常的。我们0713几个老伙计到现在还能凑在一起，就是因为大家的步调比较一致。搭档嘛，快容易走散，慢才兄弟。哎呀，这梗说出来都不容易啊哈！我们浩明啊，就是走得太快，才没赶上0713的翻红。你也不用一直很红啊。不过真的特别替浩明高兴啊！从国民弟弟到演技派，从偶像剧到正剧，可以说他没跟我们一起玩的原因，正剧却早。这写的真的行吗，编剧老师啊？好，谢谢，把这段掌声用在刚刚那个正剧确凿之后就成立了啊。从偶像剧到正剧，可以说他没跟我们一起玩的原因，正剧确凿。浩明是一个非常简单纯粹的人，所以每次看他的电视剧啊，那个沉稳的眼神，运筹帷幄的表情，好陌生，好震撼啊！但是他一开口，那个广东普通话，我就知道啊，他还是当年的那个快乐男生。在0713里啊，俞灏明跟王栎鑫有个 CP， 但我觉得浩明真正的 CP 是朱亚文。从大明风华到太平年，浩明都演皇帝，朱亚文都要夺位。朱亚文老师真的太过分了，你以为我们浩明背后没人吗？浩明继续演，继续跟朱亚文争夺皇位，千万别回0713啊，我们那儿没有皇位。网上竟然有人炒我跟何洁的 CP， 都疯了吗？大家觉得啊，就是现在这个网络环境啊，我觉得大家爱磕 CP， 可能就是因为现实关系太脆弱，友情会散，亲情会闹，爱情会崩，所以你们磕的不是我们，而是对理想关系的投射，对稳定关系的向往，对情感缺口的补偿。说了这么多，总结一句话，我十分不想跟何洁组 CP。大家开心就好啊。只不过现在呢，有很多的 CP 乱象啊，什么唯粉、毒粉，各种粉啊，各种吵架。我觉得这样就不太健康了啊！你可以只喜欢一个人，但不要拉踩其他人，可为但别独啊！真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0713就比较和谐啊，大多是团粉啊。不过现在上节目，也有人担心我们镜头没有配屏，其实我真的无所谓。出道10几年了啊，还能一起开演唱会，圆大家一个共同站在舞台上的梦想。哥几个在台上。只有一个想法，这场能分多少啊？有没有比开歌唱赚得多啊？啊，有的话，0713 forever。镜头有没有配屏不重要啊，给到位了，没有镜头都行啊，我不到场都行。你们说什么都伤不到我啊，已经这个德行了。但有一句话我真挺难受的，就是说这个0713呢，只有苏醒没有代表作。就对于这种话，我真的只能说，是的，帮帮我。谢谢各位今天想到我啊，希望除了聊天记录啊、砸电视啊、胡辣汤啊，也能想象我的歌。没错，摊牌了，其实我今天就是来打歌的。
打一首2017年9年前的新歌。这首歌叫做《破亿》啊，其中呢一些歌词是讽刺娱乐圈数据至上的现象。这首歌一经发布，一点数据都没有，它不止没破亿，甚至都没破万。哎，本来想讽刺娱乐圈，结果被娱乐圈狠狠地讽刺了。我那几个哥们儿都劝我别破亿了，干脆把歌名改成你比较擅长的破防。其实我也听过一些网络神曲的公式，不就是旋律简单，情绪直接，歌词重复这有什么难的？这有什么难的？这有什么难的 ？Music， 来一首全新的破亿送给大家。这个话筒影响我的气场，下去。破亿，我想要破亿，我只要数据，哪怕是作弊。破亿，我想要破亿，为了破亿，我可以跟何洁走 CP。破亿，我想要破亿，只要能破亿，浩明就是我好兄弟。破亿，我想要破亿，我祈祷拥有一首破亿的歌曲。我坚持自己作词作曲就是不想这样公式化。哎，更主要的是，我怕我公式化也不行所以这就是一个小小的行为艺术我还是会坚持创作。别人用一首歌养老，我可以用综艺养100多首歌。感觉有点辛苦那还是破亿吧。破亿，我想要破亿，但不要拿人品和良心来献祭，用算法获利。太操之过急，吃相太难看，最终会被自己唾弃。破亿，我想要破亿，娱乐圈的存活率才是恶作剧。你高高在上，我偏要落地，人都没点脾气，还怕什么过气？不好意思，膨胀了，谢谢大家，我是 Allen， 谢谢。很难评价。高寒你觉得苏醒老师的 rap 的水平和哈哈曹相比，平分秋色。所以苏醒在表演完之后吧，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你真帅。各位，所有的表演都结束了，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今天优秀的表演者们。按照惯例，我们还是要选出本场的 Talking， 觉得今天谁表现的最好，就投给谁。各位，投票开。理由是因为他好帅啊！手机拿出来，马上转账。何洁，你这个决定确实是过脑子的，对吧？苏醒，如果可以投你的话，会投给你。理由是因为下次节目可能是我主持了。哥，不好意思，非常好笑，非常好笑。高寒，我投给苏醒，理由是他可能替代你，我挺高兴的这个事儿。高寒没完了是吧？谭湘文，我投阎鹤祥老师，理由是我觉得他的后面那段表达戳到我了。
有内容的表达永远都会打动人心。对，谭耀文，我叫徐浩伦，我在这儿。徐浩伦啊 ，sorry。这有什么？撒贝宁，一个买提，康辉。谢谢你没有跟我叫龙阳，来，你选谁？我还是投您吧，我觉得他得投您一个，您也不容易，这么多年，一次春晚都没上过呀。央视出来的一次春晚没上过呀。投票就是刚才我们的那段讨论，大家绝不会在节目里面看到，太伤人了。对不起，对不起，开玩笑。重新说理由，说的感人一些，好吧？感人，很感人的呀，就听这个还不感动吗？我觉得大家都会为你流泪的。张小刚好可怜啊。那么究竟谁会获得本场的 Talking？ 来，请看大屏幕。好，谢谢。海天好友，先好先好 ，Talking 真材实料，恭喜徐浩伦、韩湘文获得本场 Talking， 请来到台中。你好，请黄浩送出 Talking 奖杯。耶，谢谢大家，谢谢老师们，谢谢。那我们就总决赛见。哎，好熟悉啊！这个站位总会想起另外一套节目，音乐都一模一样。虽然我很不想让你们感言，但是按照节目的流程，你们还有 Talking 感言呢。您先来吧，您先，别客气，谭老师，来。很感谢这个节目，应该是我小时候看到大的，然后包括这几位老师们都是初中的时候看的。谢谢。然后特别感谢，没想到这么平易近人，可以这么开玩笑。包括这边两位朋友们、兄弟们，也很感谢，感谢张老师，感谢嘉宾朋友们，感谢观众朋友。哎呀，人家能当艺人，咱俩还是更平易近人一点。来，谭老师，同上，太好了。然后我们要把掌声送给徐浩伦、韩湘文。谢谢大家，谢谢。同时，我们要请我们所有的嘉宾都来到台中。现场的各位朋友，大家今天不白来啊！我们各位嘉宾呢，有小礼物要送给大家。别着急喊，核心意思就是希望大家多帮他们宣传，别光今天能想到他们，以后都能多想到他们。来吧！我丢一下好不好？哎，没好，哎，没了。啊，谢谢，打钱，恭喜发财！来 ，OK， 谢谢大家，谢谢。朋友们，再次感谢今天所有人的表演。也许在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大家的第一选择，但是我觉得不重要，只要我们生活里面活得精彩开心，并不是每一个时刻一定都要追求最好或者更好，只要是我们，哇！哎呀，摔碎了！怎么这么不在乎？怎么这么不珍惜？什么情况？我以后不想在春晚看到你。一人一半吧，不重要，是不是一人一半不重要，是不是天天精彩不重要，我们一直走下去，一直在场更重要。想看哪些狠角色来到主咖和他的朋友们的舞台，关注效果公众号小程序许愿，还有更多的演出等着你。场上没吐完，后台更精彩，别走开，后面有彩蛋。
非常激动，感谢我的爸爸妈妈，真的挺开心的，因为感觉好像又拿奖了，感觉比一轮就能拿奖，还挺容易的。你要别比那么多轮，比某些和别的朋友们啊是。他像是那种借机吐槽嘛，没有那么火。那干嘛要来呢？借着装傻这个方式去吐槽嘉宾啥的，这指鹿为马，真的。对，挺有意思的。没想到观众也接受。感谢荒岛人气王也，感谢荒岛，我们的编剧。大家好，我们是荒岛人气王。我第一反应是，原来今天这场是这个主题啊。有活我不就接了吗？还管什么主题啊？什么主题都行。作为留守明星的代表，必须得来。需要我？能够有人看到你，能够有人想到你，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的一种暖意。脱口秀吧，我是主持人张绍刚，欢迎各位的光临。脱口秀的主持人，可能因为我坚持的时间长吧。对，就是我的名字。谢谢大家，我是阎鹤祥。但更好的是，他会记住我的一个角色，或者记住我的作品。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其实都不拒绝。对，因为其实我觉得人生是无常的。所谓的人生的这种际遇，当做是自己的一收获反倒会更加的平和去走往下的路。不应该觉得自己会被大家第一时间想起，没有道理的。重点在于有人想起就可以了。任何人都想不起来我，谁也不认识我那种比较理想。喜剧，斯诺克也行。你上过斯诺克任何一个节目吗？你怎么都行，毕竟我是一块砖嘛。你想什么时候需要我都可以，我什么都行。谢谢你想到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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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在什么时候想到我，都可以找我。脱口秀随叫随到啊。谢谢你能想到我，谢谢你想到我，下次继续。谢谢你想起我们。柠檬也能嚼着喝，只要3口就上头。欢迎各位来到优酸乳嚼柠檬带来的。那么问题来了，来吧然后我是这个环节的嘴替，七哥，客气了。对，我是这一嘉宾的嘴替啊。然后我们这个可能有些问题是节目组想问的，也有可能是网友想问的。好的但真的不是我想问的我只是个代班主持，好吗？感觉已经不想回答这些问题了。我看这题我都有点害怕了，挺猛。然后那个有点尖锐，准备好了吗？来。第一个，你觉得你的代表作是你的脸吗？我这说是好还是不是好呢？但我坦白说我去刷了你那个最开始出道那个视频，有点帅到我。年轻的时候还挺帅的，是吧？我可以这么回答，我希望我的代表作是我的脸，但是呢，入行之后慢慢过了这么多年，就渐渐变得圆润了，就不是了。曾经有过代表作，我现在就是没有了呗。那就代表作变得它比较膨胀大一些。那你觉得大家经常吐槽你的3个点是什么？挑不出3个。那么多吗？确实是有点多，挑不出3个。就是我觉得是这样，不管大家怎么吐槽我希望还有被吐槽的机会，就代表我能够上这样的节目，就有活干，就有钱挣。请大家多多吐槽我，谢谢各位老板。哎呀，真性情啊！那必须的，把心里话都说出来。是必须的。那您还能说出吗？就3个点。就是穷追不舍的问问到底。我想知道答案，就是3个点是什么？你随便说这个。可能就是没有一首爆款的歌。这个我认了，还在努力。但没关系，咱脸是代表作。可能就是脸也比之前要胖了，没有年轻时候帅了。这个我尽量努力吧，但是人不能这个回到年轻时候嘛。最后一点就是说我这个可能情绪不稳定，脾气比较大。这个我澄清一下，真不是，因为我觉得不是我，哎呀，打我了，哎呀，打我了，你打我了，快，哎呀，拜拜了，sorry，不好意思，我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刚才是个意外了，情绪挺稳定的，挺成熟的。比如说那个，我如果向你借钱的话，不是我，就身边的朋友向你借钱，会不会有门槛？会有3个门槛吗？我觉得借钱就不用3个门槛，2个就行了。第一呢，就是我跟你的关系要够熟，对吧？你咱俩第一次见，肯定不存在嘛，那借5块行吗？也不行，原则问题得有个熟。第二就是偿还能力，对吧？那你要是真能还得上，就是有稳定的工作或者自己混的也不错，只是说一时应个急，对，可以。然后如果给您一个找活的机会，你想上什么节目？你可以喊话节目组，
我可以上任何节目，只要是腾讯视频的节目。腾讯视频是我心里最好的平台。然后想上什么类型的节目？以前觉得好像歌手出道应该是音综，那现在我觉得这样的语言类的脱口秀节目也 OK， 就只要他请我去，说明主办方、说明平台认可我的价值，我觉得就行。后面还有微博网友想问的问题，你说就是，大家都说你很有综艺感，有没有担心就是太过主动接梗会显得就那种刻意，或者是容易尴尬之类的？就是我觉得还好，因为我平常生活中跟朋友也是这么聊天的，就像我组个饭局，如果你在，大概也会 get 到像刚刚我们这一段的我的一些状态输出和反应是一样的。那可以总结成这个综艺感是天生的呗？比较幽默的一个人吧，不谦虚的说一句这是很不谦虚。然后大家还说你是内娱少有的敢说型艺人，你有没有哪次就是说完话后悔说就是太直接了？后悔，觉得说的还不够直接啊，不够直接。当年很多话现在重新看，那时候真是青涩冲动，有时候年轻时候你的一些想法，可能很多年后会被证明你就是对的。没有那种所谓的鸡汤，一定是冲动啊，好像不经世事，不是的。有时候你的想法，如果年后一看，当年的你就应该坚持，且更坚持；当年的你就应该那么说，且说的应该更直接。我真是觉得没有什么排资论辈的。就我今天，我觉得咱们在台上，我觉得哇，你的表演我觉得很喜欢。那其实，在这个领域，我感觉你就是可以是给我去传授一些经验的人。就我们是 same 是一样的。有一些是真的觉得错了，那也会马上去坦诚的承认错误。哎呦，我有点感动了，认真了，走心了，对，上情绪了。我也不知道这个采访是个什么调性啊。调性，我有点没把握好调性，就感觉马上知心访谈了，你知道吗？我走进去，我感觉表达的很清晰。然后您跟0713就哪一位交流最多的？跟谁是同一个活儿就交流最多。就是私下一点不接触嘛，就是只要大家在一起能够一起接活就很开心。我很喜欢啊，跟我的兄弟们，包括跟新认识的朋友，像这次的节目，像现在这样的访谈一样啊，在线交流，面对面，在线交流是能够感受到一个人的真诚的，所以我很喜欢这种在线交流。谢谢星哥，谢谢星哥今天到来。谢谢星哥。哎呀，还聊太好了，开心啊！以后多给您借钱。拜。豪门正统在海天，原汁豪肉熬出鲜。感谢鲜蚝鲜熬，真材实料的海天蚝油冠名播出，怎么喝都好嚼，怎么嚼都好喝。感谢柠檬也能嚼着喝，只要3口就上头的优酸乳嚼柠檬联合赞助播出，这么全面，这么营养，飞鹤专为宝宝着想。感谢重磅升级，营养更全面的新一代飞鹤卓瑞奶粉赞助播出。欢迎来到主咖和他的朋友们歌手季。我要是把黑胶的歌发成短视频，你说这首歌是低俗还是高雅？战友，一最卑微的梦，回答我！我的黑家，我的天堂。回答我！我拿什么拯救？我要是把短视频的歌做成黑胶，你说这张黑胶是高雅还是低俗？腾格尔，我的天敌，燃烧我的卡路里。回答我 ！Super Idol 的少女，动你的天。回答我！你到底其实崛起的嘴巴猪猪，喵喵喵喵喵。我爱你，就像风走了千万里，从不问归期。你们要真听懂了呀，像我一样，你会发现难听。欢迎来到今天的上桌吧主咖。大家对自己的表现还满意吗？在座的都太好损，我难受一整场了。你目前为止写过最讨人厌的一个艺人是谁？所有的艺人都是我的好哥好姐姐啊！我没有说些掏心窝子的话。那我叫西南暴龙，我叫慕容云朵，我叫大张伟。我们游戏结束吧，只要取名就可以了吧？一个老实人，2个大聪明，跟5个瞎掰人，瞎掰王大赛，墨镜。再认真一点，是在明草。你认字儿不到底？我问你，这柠檬法其实就是重新定义了柠檬的价值。我就问你们敢不信吗？真假商务人，我觉得是苏醒，苏醒更酸一点。苏醒可在乎，你知道吗？这里面是不是没有商务？本来就你们可太厉害了，没有礼仪了。我们这里
豪门正统在海天，原汁豪肉熬出鲜。感谢鲜蚝鲜熬真材实料的海天蚝油冠名播出。感谢柠檬也能嚼着喝，只要3口就上头的优酸乳嚼柠檬联合赞助播出。春季换新不用愁，天猫新货啥都有。感谢承包你春季购物车的天猫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重磅升级9维营养全覆盖的新一代飞鹤卓瑞奶粉赞助播出。打开微信搜索效果小程序，点击底部节目活动图标参与互动 ，call out 喜欢的演员上台咔咔。每周六中午12点来腾讯视频看主咖和他的朋友们，爆笑满满。周日惊喜加更，上桌吧主咖，更多幕后内容打包享。每周一陪看加更，主咖陪你看，超多内容享不停。周间不定期幕后花絮，惊喜连麦等你发现。他们在我左边吵，在我右边闹，小动画片里那兄弟遥控器找不着。Hey bro， 别用 my piece and 了，人们沟通的方式不用非得吵。那年教室最后一排，或许我们都掌握。微博进入主咖话题页，选出本期你心中的微博 Talking，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工作、学习、生活用百度网盘，美好有我全盘掌握。快来水果汤泉，吃喝玩乐聚会超好玩。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合作伙伴新浪新闻、丽丽城传媒、讯飞输入法、知乎、鱼库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讲个段子让你笑，心里的词汇变小。我们不一样的门票比较，让热血留在了不同频道，用真诚换来理智的拥抱，用沟通打破去心里的吵。啦啦啦啦啦。